既让我来叫你。终于来了吗？季老，准备去跟那些界外之人激战了？是。那些界外之人虽然不怎么擅长力量，可其他手段却非常高明。你去跟他们多交交手，也的确应该。不过那些界外之人对我古神一族的精血非常感兴趣，一旦碰上，那肯定是生死之战，你可得小心点儿。是。你是试战者，生死厮杀也经历过很多次，相信也不用我多提醒了。这里有件东西，你拿着。季老，这是给你保命用的，你具备王族血脉，对我古神一族而言意义重大。我可不敢随随便便就让你去跟那些界外之人生死厮杀。多谢季老。我已经嘱咐让古恒跟你一同前去，你若是还有什么问题，去问他。剑无双，这次咱们两个可得并肩作战了。古恒，你之前跟那些界外之人交过手吗？当然交过手。每隔100年，那些界外之人便会闯入我们的家园来，而每一次我古神一族也会组织一批族人去跟他们厮杀，就当是磨练自身了。我们古神一族每次派出的那些族人，虽然大多都是10大部落内那些实力较为一般的2星古神，可偶尔也会有1、2位来自古神宫的族人前去。像我之前便与那些界外之人激战过3次，现在已经是第4次了。是这样啊。哦，对了，你应该还没有跟那些界外之人真正打过交道吧？我跟你说说他们。这些界外之人力量很一般，不过他们的厮杀手段却异常的高明。听说这一次会有古神宫的大人前来呀。古神宫啊，能够进入古神宫的，要不便是血脉极高的金甲古神，要么便是我古神一族那些真正顶尖的强者，随便拿出一个都比我们要强上太多了。也不知道这次从古神宫到来的会是哪位大人。来了，竟然来了2位大人。古恒，是古恒大人。古恒大人出手，那些界外之人还能有活命的机会？一星古神，他走错地方了吧？1星古神应当去外层跟人类的那些所谓的天神去厮杀才对。剑无双，看来你得找机会证明自己一下才行啊。好了，都听着，你们面前的这位是剑无双，虽说只是1星古神，可他的实力比你们当中很多人都要强。这次跟界外之人的厮杀，我跟他一同担任统领，接下来的10天时间，你们都得听从我跟剑无双的命令，明白了吗？明白。吴道，我们这些人当中，你是第1次去生死永恒界的内层闯荡，你可得小心点儿。内层的那些魔神可不比外层，内层那些具备永恒境实力的魔神，他们一个个力量远强于我等，而且厮杀技巧也并不弱。虽说对于道的感悟都极低，可想要在他们手中夺去那洗礼池，可并不容易。你刚刚突破永恒境，实力还比较弱，碰到那些魔神，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斩杀。所以到了那儿，你要尽快与其他长老会合，想要夺得洗礼池，势必是要几人同时联手才有可能的。云帆，这次生死永恒界开启，没想到你竟然会亲自前来，怎么，是想替你云海仙宫的人多夺得几座魔神洗礼池吗？哼，老夫去不去生死永恒界，跟你们应当没什么关系。没想到那个老怪物竟然会亲自前往生死永恒界，
看来我得更加小心了。那老家伙心狠手辣，可是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的。上一次我们当中就只有我得到了一座魔神洗礼池，可惜我最后却是失败了。而这一次我们得想办法多弄到几座魔神洗礼池来。走！哈哈哈哈哈！生死永恒界，老子又来了！魔神们，等着本座的屠戮吧！100年，总算是过去了。那小家伙从千古界一路成长起来，用了都不足50年，而现在他在那生死永恒界待了足足100年时间。这100年，他的实力会达到何等层次？就让本座仔细瞧瞧吧。时间差不多了，那些界外之人马上就要降临了。古冕、古物，你们2个跟在剑无双身旁，其他人都分散开来，各自行动，去吧。那些界外之人在天齐山脉闯荡，也大多会选择联手。剑无双，你虽然实力很不错，但单独一人还是太危险了一些。古冕跟古物，他们2个都是2星银甲古神，而且实力也算不错，勉强比得上人类的2部永恒境。有他们2个跟着你，也算有个照应。那你呢？我当然是独自一人了。那些界外之人对我威胁不大，就算他们4、5个联手，我独自一人都能横扫。好了，万事小心，千万别小看那些界外之人。我先走了。我们也走吧。降临了吗？大人，我们是选择去镇守一座洗礼池，还是去到处闯荡，支援各处战场？当然是后者了。现在那些界外之人才刚刚降临，不出意外，他们会第一时间想办法先聚集在一起，然后再联手去抢夺洗礼池。想要跟他们交手，估计得过一段时间。那是我族族人的求救信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地方刚好就有一座洗礼池。这么快就动手了？天穹域3大巨头，云海仙宫、不灭皇朝、乌鸡魔宗，100年前将我逼迫的那般凄惨，令我困在这生死永恒界内足足100年。还有古琼大哥，当初也是为了救我而身死，这一笔笔账我可记得清清楚楚。现在也该是你们偿还的时候。走，咱们赶过去。是他，这老家伙是不灭皇朝的人，那其他2位跟他联手的8成也是不灭皇朝的。3打2，难怪我们的族人扛不住了。这3个人交给我。大人，看着就是。这怎么办？别急，先看看。这剑无双好歹是来自古神宫的，实力应当不会太弱。他既然想要逞强，便由着他，我们只需要保证他不被杀死就可以了。那做好准备。若是他遇到危险，我们立即出手。该死！是魔神，是魔神的援兵。我们才刚动手没多久，魔神一族的援兵这么快就赶来了。没办法，只能撤退了。一星魔神，这些魔神在做什么？管他们做什么，既然他们找死，那就怪不得我们了。瓦敖，你去将这尊一星魔神给杀了。好。生死永恒界的100年岁月，我曾跟大量古神交过手，甚至就连已经达到2星层次的古神，包括古神宫那些实力极其可怕的2星古神，我都战过很多次了。可直到现在，我都一直不曾跟人类永恒境强者真正交过手。你是我碰到的第1名永恒境，就让我看看永恒境强者的战力到底有多强。好快！什么？这小子明明只是媲美1星的魔神，可战力竟然如此之强！哇哦，你在做什么？
快点动手杀了他，别磨蹭！混账！小子，受死吧！我先枪！哦，啊！怎么可能？刚刚那3枪，便是你最强绝招。啊！哼，太弱了。你说什么？你刚刚施展的秘术威能虽然不错，可惜你自己枪道上太弱，连枪心都不曾凝聚，根本没法把秘术的真正威能给发挥出来。6步永恒镜，你怕是连第1步都算不上吧？即便我还未凝聚剑心，我也是永恒境强者，绝不是你这等天神层次的蝼蚁可以相比的。秘技，习业。什么？不好！糟糕！赶紧逃！我就不信了！这个人已经凝聚出刀心来了，比刚刚的卢傲要强上不少，不过依旧只是1步永恒罢了。秘技9拳。我堂堂1步永恒境，力量碰撞上竟被一尊天神层次的魔神彻底碾压，而且他都没有化为魔神呐！逃！快逃！逃！哼，逃得掉吗？2个人，我只能杀死1个，就他了。古神秘术，幻神。什么东西？可惜了，我的境界上终究是低了一些。施展幻神秘术，仅仅只能影响他一瞬间的功夫。若是我跟他境界相当，再施展这一招，猝不及防之下，他的意识有可能直接崩溃，甚至我单凭幻神秘术，都有可能直接杀死他。大人！老天哪！刚刚那名界外之人实力已经相当不错了，换成我，即便化为古神全力以赴，顶多也只能压制他。可那名界外之人在剑无双大人手中根本没能支撑多久，便被直接灭杀了。他都没有化为古神吧？古眠古物，接下来你们2个自行闯荡吧，不用跟着我了。什么？这古恒要你们跟在我身边，是想要保护我。可现在我的实力你们也看到了，比你们要强上不少吧？单独一个人在天齐山脉闯荡不成问题。如果真遇到什么危险，你们2个也帮不了我，甚至还有可能成为我的累赘。好了，就这样吧，我先走了。我最终可是要离开生死永恒界，回天穹域的。若是一直让这2位古神一族跟着我，我怎么离开？有人？是古神还是天穹域的强者？是他。这些该死的魔神还真是难缠，特别是银甲魔神。那些魔神先天优势，凭我的实力单独一人，即便只遇到一头铜甲魔神，那都很难应对。若是碰到银甲魔神，更是只有疯狂逃命的份儿。看样子当务之急还是赶紧先去联络点，跟其他长老会合才行。那是魔神，1型魔神，还戴着面具。区一尊1型魔神想杀我，找死！该死的魔神杂碎，你的精血本座收了。竟然没死！逃！哼，你逃不掉。该死，只能用那招了。又是这一招。18道身形，任何一道给我的感觉都是一模一样，光凭肉眼的确无法分辨出来。只要没有真的把他本尊杀死，杀死再多分身都没用。这一招，他真是一招不错的保命手段。哼，不过可惜了，这一招对我没用。秘术天瞳，本尊在那儿。怎么可能？他怎么会将我的本尊分身完全看穿的？你逃不掉的。你们云海仙宫的人，在这天齐山脉闯荡，应当也会有秘密聚集点吧？在哪儿？
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你不说吗？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武道，你刚刚突破到达永恒境，且还是第一次到这天齐山脉内闯荡。不像你云海仙宫其他强者，他们在天齐山脉闯荡过很多次，对天齐山脉的地形肯定早已经了解了，而你对天齐山脉的环境却丝毫不知，所以你身上肯定有云海仙宫你绘制的地图吧？不出意外的话，那地图上也会将云海仙宫那些秘密聚集点给标识出来吧？怎么会？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知道我来自云海仙宫，甚至还知道我刚突破永恒境不久。你是魔神？不，魔神一族不可能知道这些。你到底是谁？到底是谁？你是剑无双，你该死了，你早该死了才对。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第二部，起码也是第二部永恒境才具备这样的实力，甚至还不止。他一个天神实力竟然强成这样，且只用了100年。武道，100年前你与那刀妹龙涛联手欲要杀我的场景，你还记得？当时我的实力太弱，对付你们几个天神弟子都得借助那些魔神的力量，但现在却不同了。云海仙宫、不灭皇朝、无极魔宗，这3大巨头在100年前是如何对我的，我必会以10倍、100倍代价令他们偿还。而你仅仅只是刚开始罢了，你先去吧，用不了多久，我会让云海仙宫更多的强者下去陪你的。这武道刚刚掠行而来时，明显有些狼狈，显然是刚经历过一场大战。他应当是大战当中跟其他云海仙宫的强者失散了。不出意外的话，他是打算去那秘密聚集点跟其他云海仙宫强者会合的，只是没想到中途碰上我了。哼，云海仙宫，既然碰上了，那我第一个便拿你开刀。天齐山脉古神一族族人数量极多，而且实力强劲，云海仙宫的强者想去掠夺洗礼池，起码也需要3、4个人联手才有可能。这黑衣妇人还有那吴道也只是2个人罢了，也就是说还有别的云海仙宫强者赶到。现在只有这黑衣妇人一个人，直接动手，要不然等其他云海仙宫强者到了联起手来，我要杀他们就难了。先杀死他，然后继续待在这领土之内守株待兔。哪儿来不知死活的蠢货，敢偷袭本座！给我滚！2部永恒境战力，秘技九泉。本座好歹也是1部顶端永恒境，竟然被一剑重伤。他的战力，他都接近2部顶端了。秘术幻神，秘技吸印。永恒境强者大都有着保命的手段，若非幻神秘术，我即便实力强于他们，也很难杀死他们。看来在这云谷周边闯荡的云海仙宫强者就只有这3个。混蛋！毁灭，我们的度明显比他要略微慢上一些，而且我们全力施展秘术，对灵力消耗也是极大的，根本支撑不了多久。怎么办？要分散逃吗？分散逃？一起逃，我们3个有可能都会死，但也有可能都活下来。可若是分散逃窜，我们当中肯定会有一个身死。所以，我到最后关头别分散逃。我已将紧急求救讯号发出去了，希望这附近能有我古门的强者赶来支援，不然……那家伙，他疯了！逃，赶紧逃！这家伙明明只是1星古神，可实力竟然强成这样，我堂堂2部永恒境竟然被他压制！快施展秘术，分散逃！大人，天穹域各方宗门的强者觊觎古神精血、古神洗礼池，所以才会闯入生死永恒界内厮杀的。
可是古神一族也是将他们当成磨练自身的对象，甚至还会刻意将众多洗礼池放在这天齐山脉当中做诱饵，吸引天穹域那些强者过来。两方阵营也分不清谁对谁错了。那8大顶尖宗门强者既然之前没有招惹过我，我也没有必要非置他们于死地。这是古门紧急求救讯号。大人，您怎么了？你们先自行去闯荡，无需管我。讯号传递的方向也不算太远，以我的速度，半刻钟应该就能到。是毁灭公主、明心公主、莫涛公主他们3个。银甲古神，好家伙，云海仙宫的强者竟然敢追杀古门的3位公主。云帆，你云海仙宫当真要与我古门撕破脸皮？100年前，那玄一一剑斩杀我云海仙宫7大永恒境，公主大人对那玄一颇有几分顾忌，不愿跟玄一真正撕破脸皮。可这并不代表我云海仙宫就真的咽得下那口气。古门其他的永恒境可还不被我云海仙宫放在眼里，要怪你们就怪那玄一吧。那是魔神吗？他便是云海仙宫大长老云帆吗？这云帆据说是天穹域永恒境强者里面仅次于师尊的，他的实力之强，起码达到3步顶端了，甚至还有可能到达第4步。难怪会逼得永恒公主3人只能疯狂逃窜。他的实力比我之前碰到的所有人类永恒境强者都要强。既然是这样，金甲魔神，这好可怕，好可怕的威势！明明只有1星魔神，可他给我带来的威压竟然比我碰到的最强的1名2星银甲魔神还要强得多。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完了！他怎么回事？这尊金甲魔神竟然没有对付古门的3人，反而直接冲我来了。难道是因为我一个人类化为了魔神，所以这尊金甲魔神更加痛恨我？秘技九泉，金甲魔神又如何？再怎么说也仅仅只是1星，本座可是2星银甲魔神。秘技天歌，全力以赴，我竟都没法占据丝毫上风。再来！太强了！别磨蹭，我们先离开再说。这尊魔神明明只是1星层次，可战力竟然如此强横，都可以跟我正面碰撞而不落下风了。我想要击败他，就必须动用一些底牌，不过顶多也只能击败他，想要击杀他怕是不可能。该死，让他们逃了！我们走。云帆不愧是云海仙宫大长老，实力可真够强横的。我已经化为金甲古神了，将实力发挥达到极致了，战力应当已经达到第4步永恒境层次了，结果却依旧奈何不了他。而且他身为云海仙宫大长老，身上肯定有一些底牌是了不起的秘术，都不曾施展。他使用长棍凝聚了棍心，尽管棍心跟我的剑心一样，都只是第2层顶端，可他却是银甲古神，一化为古神兵，实力暴涨，完全可以堪比第3步顶端的永恒境。另外，他还修炼了星河秘术，第5层，他已将星河秘术修炼达到第5层了，可以爆发出15倍的攻击威能来，比其他永恒境多出足5倍来。就是这一点，让他战力彻底超过了第3步永恒境，达到第4步的层次了。若是加上他身上的一些底牌或者其他秘术，在第4步永恒境当中也绝对不弱。我跟他整体实力相差不大，正要生死厮杀，就只能看谁有的底牌手段更加强横。毁灭，到底生了什么事，竟逼得你出了紧急求救讯号？是云帆。云帆，我们3人一开始运气不错，3人联手从那些魔神手中夺取了一座魔神洗礼池。可是我们刚得到魔神洗礼池，
就碰到了刚好路过的云帆，还有另外2位云海仙宫的强者。原本都是来自人类阵营的，既然魔神洗礼池已经被我们得到手了，这云帆纵然眼馋，也应当克制才对。可是没想到，这老东西竟然直接对我们3人出手。我们3人自然是惊怒无比，拼死反抗。可这云帆多年不曾出手，现在一出手，他的实力早已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据我估计，他的战力堪比第4部永恒境了。第四部，他化身银甲魔神，独自一人便将我们3人彻底碾压。我们3人只能连忙逃窜，而这云帆却是穷追不舍。原本我们以为他是冲着那魔神洗礼池来的，既然他这般渴望，为了保命，我当时提出将魔神洗礼池交给他，要他放我们离开。可是万万没想到，他竟然拒绝了。拒绝？魔神洗礼池都答应交给他了，他怎么还会拒绝？谁知道啊？那家伙疯了，完全是想置我们3人于死地。我们3人被他追杀，实在是没有办法，这才会发出紧急求救讯号的。我们3人自问，跟着云帆并没有什么私人仇怨，而他现在这样做，摆明是冲着我古门来的。而且不出意外，恐怕是因为100年前玄衣公主一剑直接灭杀了他们云海仙宫7位永恒境，云海仙宫怀恨在心，这才会迁怒我们。混蛋，他就不怕跟我们古门彻底撕破脸皮？不，他不怕。诸位，你们都知道，我们古门虽然在天穹境的地位非常特殊，有时候连3大巨头对我们都不得不顾忌一二。可这种顾忌说白了，并非是因为我们古门的整体实力底蕴有多强，而是因为我们古门有着门主大人和玄衣公主。3大巨头任何一家整体实力都远在我古门之上，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古门，根本不在乎我们这些古门的永恒境强者。他们真正在乎的只有门主大人和玄衣公主。然而门主大人神龙不见尾，已经很多年不曾出现在我们面前了，现在还在不在天穹域都是一个未知数。至于玄衣公主，她的性子诸位都清楚，她在古门内自成一派，只要不是将她得罪得很惨，比如说杀了她亲传弟子，杀了她极其亲近之人，或者是到了古门生死攸关之际，她不会轻易出手。就因为如此，那云帆才不会有丝毫顾忌。100年前玄衣公主斩杀了云海仙宫7大永恒境，令云海仙宫遭受重创。他们云海仙宫不敢报复玄衣公主，所以只能报复我们古门。看样子接下来的几天时间，我们得更加小心了。啊，对了，毁灭，既然你说刚刚处境那般危险，那你们3人是怎么从云帆手中逃出来的？这是这样的，我们在逃命之中遇到了一尊实力极其可怕的金甲魔神。这一尊金甲魔神只是1星层次，但战力之强竟丝毫不在云帆之下。且最重要的是，这一尊金甲魔神似乎对我们3人没有任何的兴趣。没有兴趣？是没有兴趣，他明明就在我们面前，朝他们奔腾而来的，可跟我们错过时，却看都没有看我们一眼，更没有出手，而是直接跟云帆站在了一起。就是因为他替我们拦住了云帆，我们才能够找到机会逃掉。是这样？其实还有一件事。什么事？刚刚那金甲魔神跟云帆在厮杀之时，我仔细看了那金甲魔神使用的剑，那柄剑似乎是少帝剑。什么？毁灭，你可看清了？虽然那柄剑在金甲魔神手中放大了很多倍，但我还是认得出，那的确是少帝剑无疑。诸位，你们说说，刚刚我们碰到的那尊金甲魔神，会不会……什么人？
100年不见，诸位公主大人别来无恙啊。剑无双，真的是你？你竟然没死！我命硬着呢，怎么会这么简单去死？这太不可思议了！剑无双，你是怎么活下来的？我运气好而已。剑无双，快跟我们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100年前你竟然没死，为何没能及时离开这生死永恒界？是这样的，怪不得你没法及时返回，原来是被无极魔宗的永恒境强者追杀，还被迫逃到了内层来。哼，那无极魔宗真是够狠的，派弟子出手也就罢了，竟然派遣一位永恒境长老折返回来，却暗杀你一个凌霄境的小家伙。这无极魔宗可真够阴险的。无极魔宗阴险卑劣，可云海仙宫不灭皇朝，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还好我运气不错，从无极魔宗那强者手中逃脱了，不过因为受伤太重了，才没法及时赶回来。而这100年，我都生活在这生死永恒界内，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魔神一族也并未为难我，甚至待我还不错。好了，不管你这100年经历了什么，总之你还活着，这就已经足够了。你的师尊玄衣公主若是知道，肯定会非常高兴。对，100年前，玄衣公主得知你身死，可是勃然大怒，当着各方宗门强者的面，直接拿云海仙宫开刀，一剑斩杀了云海仙宫7位永恒境强者，令云海仙宫心疼的要死。不过也就因为如此，那云海仙宫才会怨恨我古门。我们3个刚刚之所以被云帆追杀，也就因为如此。啊？除此之外，剑无双，你的实力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天大的惊喜呀！剑无双，你能活着那就太好了。再过几天，这生死永恒界便会再次封闭，到时候你同我们一起离开吧。好，那这几天呢？你是打算跟我们几个一起闯荡，还是独自去闯荡啊？我还有些事要做，就不跟诸位公主一起了。是为了3大巨头？以你现在的实力，3大巨头在天齐山脉的那些强者，估计很难真正威胁到你。不过，你还是尽量小心点。明白。哎，对了，诸位公主可知当初追杀我的那名无极魔宗的永恒境强者是谁啊？根据你说到关于他的外貌实力，还有他的出手方式，他应该是无极魔宗的暗潮。暗潮？说到这暗潮，怎么了？剑无双，实不相瞒，就在不久前，我跟灵玉在这天齐山脉闯荡的时候，便遇到过这暗潮。啊？我们遇见他的地方，距离倒也不算太远。而当时我们遇见他时，他身边还有另外3人，都是无极魔宗的强者，其中还有夏渊。夏渊？这夏渊实力极强，他本身便是一位2部永恒境，且很久以前他得到一尊洗礼池，成功化为了一尊铜甲魔神。一旦他化为铜甲魔神，那他便具备第3部战力。他们4人应当是在联手在那片区域内闯荡的，到现在只怕依旧待在那附近。白衣公主，你是在哪儿遇到他们的？那冰火峰附近。多谢了。剑无双，你记住了，7天之后必须赶到天石谷，那是我古门集结的地方。若是错过了，你可就只能在这生死永恒境内再待上100年了。知道了。这小子，短短100年，实力竟然提升到了这等地步，连我们几个都望尘莫及了。早知道他天赋强，却没想到竟然强成这样。毁灭，这100年，你不是一直在夸你收的那位亲传弟子风是如何耀眼吗？还说不出1000年，风就可以突破达到永恒境了。现在你用你弟子跟着剑无双比比看看。
比？拿什么比？也不知道那暗潮4人还有没有继续待在这附近。看来无极魔宗那4人还在这附近，并未走远。在这冰火峰附近拥有的魔神洗礼池，一共有足足6座。现在他们得手的才1座，剩下的5座，他们肯定还会找机会的。跟着夏元大人就是好，这么轻易就得到了一座魔神洗礼池。哼，仅仅一座魔神洗礼池而已，有什么好值得得意的？我们之前查探过，这冰火峰附近一共有6座魔神洗礼池，我们现在才得到1座而已，算不得什么。要是能够将6座魔神洗礼池全部弄到手，那才叫厉害。而接下来，我们的目标是这一座。那座洗礼池，我们之前刻意去试探过。镇守在那儿的2名魔神都是2星银甲魔神，他们的战力都足以媲美2部永恒镜，特别是其中一人背负着大弓，他的剑术非常了得。这样，那尊背负大弓的魔神交给我来对付。康静，另外那尊魔神交给你，你只需纠缠住他就可以，没问题吧？没问题。至于你们2个，则是以最快的速度冲过去，将魔神洗礼池当中的池水全部收走，明白了吗？明白。明白。那好，动手吧。敌袭！是他。死！什么？快发求救信号！这几个界外之人实力很强。哼！混账！跟本座交手，你竟然还有空搭理魔神洗礼池，当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不好，要死了吗？好险！多谢。100年前你救了我一命，如今我也救你一命，算是还了。很快我就要离开生死永恒界了，我正愁如何还这位古阳的人情呢。现在倒好，不仅找到了当初追杀我的暗潮，以及无极魔宗的其他3位强者，就连欠古阳的人情也一并还了。金甲魔神，难怪能够挡住本座的义父，原来是金甲魔神。不过区区1星魔神还没资格在本座面前放肆。幻神秘术，我的境界终归太低了，施展起幻神秘术来，对付一般的第1部、第2部永恒镜倒还可以，可要对付第3部永恒镜，却太过勉强。第4部的战力，该死，这个剑术！跑！逃！赶紧逃！无极魔宗的4人，谁都可以不死，但这暗潮却必须得死。怎么会？他谁都不去追，怎么就光追我呀？这暗潮，我杀死夏渊，他便立即逃窜，太果断了，令我一开始跟他的距离便比较远。这么远的距离，让我施展幻神秘术的机会都没有，只能再施展那一招了。龙血秘术，你逃不掉的。不，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是你，竟然是你！剑无双，你是剑无双！哼，认出我了吧？认出来也没用啊，你还是要死。剑无双，100年前来自古门的那位绝世天才剑无双，他竟然没死。秘术，幻术，死！
虎熊大哥，你的仇我替你报。无极魔宗的暗潮竟然死了。剑无双是剑无双，100年前那位古门的绝世天才，玄衣公主的亲传弟子，他竟然还活着。不仅活着，且实力竟然已经提升到了这等层次。暗潮虽然实力一般，连第1步都没有达到，可他毕竟是一位货真价实的永恒境强者呀。结果他竟然死在剑无双的手里，连逃都逃不掉。100年前，这剑无双没从生死永恒界走出来，玄衣公主大怒，一剑斩杀了云海仙宫7大永恒境强者。至于另外2大巨头，每家都交出了1000万神晶，而其他顶尖宗门同样每一家都交出了100万神晶。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这剑无双已经死了，玄衣公主暴怒，没人敢招惹她，所以一个个只能老老实实的交出神晶。可现在她竟然没死，这个消息若是传出去，我们这些顶尖宗门也就罢了，可3大巨头怕不会这么轻易罢休，特别是云海仙宫。看来等出了生死永恒界后，怕是会有一场好戏了。大人，顾阳，那逃掉那2个人怎么样了？这些界外之人的速度都很快，而且擅长保命手段，想要将他们杀死太难了。幸好我的剑术对他们威胁颇大，那2名界外之人逃掉了1个，还有1个被我射杀了。哦，杀了1个？你杀死那个人，把他的乾坤借给我看看。哼，我这运气倒是真不错啊。云海仙宫、无极魔宗这2大巨头强者在天齐山脉的一些聚集点我都知道。那接下来，古阳，这是古神召集令，你要立即替我出去，将那些在附近闯荡的族人全部召回来，我有事要吩咐。是。剑无双，你发出古神召集令，我还以为你遇到危险了呢，吓我一跳。说吧，到底怎么回事？是这样的，我这几天闯荡也斩杀了界外之人，而从他们的乾坤界内，我得到了一份地图，在上面标记了一些地方。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些标记之地便是这些界外之人在天齐山脉的一些临时聚集点。聚集点？我早知道这些界外之人在天齐山脉内会有些聚集点，可是光知道找不到那也没用。一来天齐山脉过于巨大，能作为聚集点的地方太多太多了，根本没法针对。二来这些界外之人也非常狡猾，每次到来他们的聚集点都会发生变化，让我们完全摸不着头脑。至于地图，这次界外之人大多是将地图还有聚集点记在心底的，只有那些第一次刚来到这儿的人才会拥有地图。而且这些刚到天齐山脉来的界外之人，因为第一次到来的关系，他们的行事也就越加小心，很难被杀死。再者，这地图就算落入我们这些族人手里，那些族人也大多不知道有什么用，都不曾理会，只有落到我们统领手里才有用。我们古神一族跟那些界外之人在这天齐山脉厮杀过不知多少次了，就只有1次，当时也是由我古神宫内的一位强者担任统领。他在天齐山脉斩杀了一位界外之人，得到了一份地图，凭借着地图找到了几个界外之人的临时聚集点，然后召集了一批族人过去在那儿伏击，给了那些界外之人一次重创。剑无双，你如果真的找到那些界外之人的聚集点，我们完全可以跟很久以前那次一样，派出一批族人去那些聚集点打伏击，再给他们一次重创。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才会发出古神召集令的，召集众多族人过来。这么多聚集点，如果这些聚集点是真的，那这一次应该不会有错的。这里一共是13个聚集点，不出意外的话，
每个聚集点应该都会有2、3位界外之人在那儿聚集。为了尽可能不让他们跑掉，这样的，我便让我们的族人每10人为一个小队，由银甲古神带领，分别前去这13个地方。到了那儿，先隐匿身形气息，静静等候着，等那些界外之人聚集，然后出手直接灭杀。哼，好主意。不过不用分成13个小队了，就12个小队吧。小队人数可以更多点，毕竟那些界外之人保命能力还是极强的。至于最后一个聚集点，我亲自去。云海仙宫，无极魔宗，哼，好好享受给你们准备这份大礼吧。至于那不灭皇朝，虽然运气好些，可我也不会这么简单就善罢甘休的。哼，界外之人，魔神吗？怎么会这么多魔神？麻烦大了！什么人？只有2位界外之人，看来我的运气不怎么样嘛。魔神吗？我在这天齐山脉待了5天，到现在已经杀死4名界外之人，若是再加上你们2个，就有6个了。哼，诸位速度挺快的嘛。毁灭，人已经到齐了，我们动身吧。别急，还有人没来呢。还有人来了。抱歉，让诸位久等了。剑无双，你的速度可真够慢的，若是再挨个半日，恐怕你就又赶不上了。刚去处理了一点事情，所以耽搁了。好了，能及时赶到已经很不错了。空间虫洞应当已经打通，我们动身吧。好。剑无双，马上就要离开生死永恒界了，有些事情我要交代你一下。公主请说。你在生死永恒界待了足足100年的时间，外界的人都以为你已经死了，可结果你却活得好好的，这肯定会引起很多人对你的好奇。毕竟这生死永恒境乃是一莫大的机缘之地，那么多年，我天穹域各方宗门的强者跟那些魔神打了这么久的交道，对那些魔神也是非常了解，他们非常仇视人类，见到人类一般是二话不说，直接出手杀死的。而你却能够在魔神一族的家园内生活了足足100年的时间，完好无损，而且实力还有如此巨大的提升。他们不好奇你这100年的经历才怪呢。不出意外，你只要一出去，那些宗门的强者，特别是3大巨头，肯定会询问乃至于逼问你，所以你可得提前想好说辞啊。说辞的话，在来的路上我便已经想好了，我直接说我找个隐蔽地方躲了100年就是了。躲100年？哎，算了，既然想不到什么说辞，那就凑合着用吧。反正生死永恒界这般巨大，你找一个隐蔽之地躲上个100年，没碰到其他的魔神，也的确有可能。除了你这100年的说辞之外，还有一点，那就是100年之前知道你身死的消息，玄衣公主大怒，出手斩杀了云海仙宫7大永恒境，还逼得另外2大巨头以及其他宗门纷纷献出了不少的神经，才算了结。当时毕竟是你身死，而且云海仙宫也被证实的确派出弟子欲要杀你，加上玄衣公主实力强横，威慑四方，几大巨头跟其他顶尖宗门只能将这件事打碎了牙往肚里咽。可是现在3大巨头还有那些顶尖宗门的宗主，若是发现你根本就没死，那100年前的事情就不会这么简单能够解决的了。不过这件事毕竟是玄衣公主所为，她的实力强，想来会有解决的办法，你也无需太过担心。
等出了生死永恒界之后，你便传讯跟玄衣公主去仔细说说，让她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管怎么样，反正我早晚都要离开这生死永恒界的。既然躲不过去，那便只有正面面对了。好，走吧。剑无双呢？剑无双去哪儿了？古恒大人，这是不久前剑无双给我的，说是让我交给你。令符离开了，去了人类疆域，还说数千年内便会回来。好家伙，云海仙宫跟无极魔宗这一次竟然陨落了这么多人。我记得云海仙宫之前进入生死永恒界的一共有15名强者，可现在活着走出来的竟然只有7位。那无极魔宗也是一样，进入生死永恒界的强者当中，有一半死在了里面。这2大巨头在里边都遇到了什么呀？混蛋！我们在天齐山脉的秘密聚集点，竟然被那些魔神知道了。是古门的人。不知道古门这一次有没有强者死在那生死永恒界内。啊，天神！这个人，他是剑无双。剑无双，竟然是他！100年前，那位震动整个天穹域，被玄衣公主收为亲传弟子的剑无双，他不是应该死了吗？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没死？这不可能！剑无双，他竟然没死！100年岁月总算是出来了。这些人，看样子个个都很意外吧？不用理会他们，我们直接离开便是。慢着，剑无双，这么着急，你打算去哪儿啊？云帆，你想做什么？没什么，本座只是好奇，这位剑无双小友在生死永恒界待了足足100年的时间，竟然还能活着走出来，这可真是怪事啊！这剑无双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在生死永恒界内待了100年、唯一活着走出来的人，他的身上肯定有大秘密。100年前，我在生死永恒界内遇到危险，没有能够及时赶回来，于是我便找了一处非常隐蔽的地方，在那儿直接藏了100年，直到这几日才重新露面。而且我运气不错，让我找到了古门的几位公主，这才能活着回来。躲了100年，生死永恒界是魔神的家园，你在那儿躲了100年，竟然没有一头魔神发现你，最后还让你跟古门的人会合。你这运气的确是挺好的。云帆大长老，还有事吗？还有件事，100年前得知你身死的消息，你的师尊玄衣公主一怒之下斩杀了我云海仙宫足足7大永恒境强者。不过当时所有人都以为你死了，而且我云海仙宫的弟子也的确是在生死永恒界内对你出手。玄衣一心复仇，我云海仙宫大度，对此事也没有再计较。可现在你根本就没死，那这件事儿就得重新说道了。说道，那不知云帆长老是想如何说道啊？放心，本座不会出手杀你，但却想要请你去我云海仙宫做客一段时间。做客？我要是不答应呢？不答应，那就休怪本座以大欺小了。云帆，你到底想做什么？剑无双可是玄衣公主的亲传弟子。师尊，弟子回来。啊，知道了，回来就是。师尊，弟子虽然从生死永恒界内归来了，但是也遇到了一些麻烦。3大巨头本就一心想要杀你，
而你现在又是第一个在生死永恒界待了100年，且活着走出来的人，有点麻烦也很正常。若是没有麻烦，那才奇怪呢。小子，你在生死永恒界待了足足100年时间，实力应当有了不小的提升吧？这个是提升了不少，不知师尊的意思是？为师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一句话，想做什么，放手去做就是。有为师在，这天塌不下来的。师尊，弟子明白了。多年的磨练，一次又一次的生死挫折，一个又一个血的教训，令我不得不将自己的锋芒近乎彻底收敛起来。但是今日有师尊做靠山，我的锋芒尽可以挥洒。这一次，我云海仙宫在生死永恒界内虽然损失惨重，可若是能够将这剑无双带回去，那一切就都值了。剑无双，来吧。什么？这种感觉。云帆，你刚刚不是说要我去云海仙宫做客？我给你个机会，只要你赢得了我手中的剑，我就跟你走。小子，你确定你不是在说梦话吗？赢你？区区一个天神，本座哪怕是赢了你都不光彩。这样吧，本座曾机缘巧合得到过一尊战魁，还从未动用过，今日刚好就用你试试他的威能了。这是什么战魁？好大，太大了！我的天，100米高的战魁，而且他的气息也太强了，都已经超过很多1步永恒境，估计都接近2步层次了。怎么可能？秘技吸叶，速度。秘技九泉死。滚！云帆他化为魔神了。这剑无双，小子，能够将我逼到这一步，你已经值得自豪了。不过也到此为止了。到此为止了？哼，我可不这么认为。这是金甲魔神！天哪！啊，太大了，太大了！我从未见过如此高大的魔神。是他。康静，你见过他？见过，在天极山脉内，就是他将夏渊大人给斩杀了。你说夏渊是被这剑无双杀的？怎么会？不是说夏渊是死在那些魔神手里吗？是他，是他！原来你便是当初那尊阻拦我的金甲魔神，怪不得当初你直冲我来，却不曾去对付古门的强者。对，当初阻拦你的人就是我。你之前所说你是在生死永恒界内躲了100年，现在看来根本就是个笑话。你如果真是在那儿躲了100年，那你又哪儿来的机会化为金甲魔神？金甲魔神啊！你的废话太多了。我说过，只要你能够击败我，我便跟你去云海仙宫。到时候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可以告诉你。很好，那本尊便不再客气了。刚刚是本尊太过轻敌，太小看你了，这才让你占了点先机。可现在却不同，就让我瞧瞧，你这位古门的绝世天才，在生死永恒界待了100年后，实力到底达到了哪种程度吧？我也很想知道，云海仙宫大长老天穹玉公认的实力仅次于我师尊的永恒境强者，到底有多强？
战！大千剑术第一式，大毁灭剑。四手秘术，青龙棍。不好！秘技，天歌。古神秘术，幻神。什么？给我滚！可笑！这剑无双真的只是一个天神吗？天神也能这样强？如此实力，这剑无双虽是天神，可他要杀一般的永恒境，恐怕是跟杀鸡一样吧？这小子，我已经是尽我所能的去跟他激战了，可结果我想占据半点上风都做不到。他一个天神，实力竟然丝毫不比我弱。不仅实力不比我弱，甚至他的灵力也非常充沛。虽然不清楚为何他的灵力会如此之多，可是显然，我想要靠灵力碾压他，那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那我想要击败他，只能靠那一招了。剑无双，你当真很了不起，区区一个天神能够强成这样，纵然是本座也不曾听说过。接下来，你便来接我最强绝招吧。最强绝招，我很期待。最强绝招，这一招，自我成为云海仙宫大长老后，还是第一次在别人面前施展。你能够让我施展出这一招来，也足以自傲了。另外，你也放心，到了最后关头，本座会收力，不会真正杀死你的。四兽秘术，四兽炎龙，这太强了！这便是你最强的绝招吗？威能的确不错，可惜了，光凭这一招还不够。大千剑术第二式，大屠魔剑。云海仙宫大长老，不过如此罢。败了，云帆竟然败了，败给了剑无双，败给了一个天神。我真的不是在做梦吗？赢了，赢了！最强天神，他绝对是天穹域有史以来最强的一位天神。败了，我竟然败了，败在一个天神的手中，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会败？云帆，现在你可还想要我去你云海仙宫做客？哼，剑无双，你以为你只要击败了我，事情便到此为止了吗？哼，可笑！你在生死永恒界待了足足100年，最后还活着回来，毫无疑问，你身上肯定有着一个大秘密。这个秘密我云海仙宫很渴望知道，这是事实。不过你以为就我云海仙宫一家就知道你身上的秘密吗？刀尊者、孟老怪，你们两个在暗中看了这么久，也是时候现身一见了吧？哈哈哈哈！云帆呐，你我相识好歹也有近万年了，我这可还是第一次见你这般憋屈呢。败在一个天神层次的小辈手中，你这位云海仙宫的大长老真是浪得虚名。这两人，刀尊者，不灭皇朝双尊者之一的刀尊者，无极剑宗的孟老怪，天哪！这老怪物销声匿迹已经数万年了，竟然还待在天穹域，竟然败在一个天神层次的小家伙手上。云帆，你这一世英名，一招便葬送了呀！哼，你若是有本事，大可跟着剑无双正面激战试试，我倒是很想知道你拿什么胜他。好了，废话不要多说了，这小子实力极强，
1对1，我们3人任何一个都不是他的对手，所以我们联手吧。联手？联手倒没什么问题，不过将这小子擒下之后，又该怎么办呢？先将这小子擒下再说。至于这小子身上的秘密，到时候我们3大巨头再行商议。实在不行，大不了3家共享，也不是不可能。我赞同。可以。联手？云帆、刀尊者、孟老怪3个人对付一个天神境，竟然还要联手？哼，连云帆都败在剑无双手中，那刀尊者、孟老怪的实力比云帆都要略差上一些，不联手如何奈何得了剑无双？混账！这3个老怪物加在一起都不知道多少岁了，竟然联手对付一个天神层次的小辈，他们还要不要脸了？哼，连云帆都败在剑无双手中，那刀尊者、孟老怪的实力比云帆都要略差上一些，不联手如何奈何得了剑无双？混账！这3个老怪物加在一起都不知道多少岁了，竟然联手对付一个天神层次的小辈，他们还要不要脸了？我刚刚已经传讯给玄仪公主，玄仪公主吩咐了，让我们不要插手此事。什么？不插手？难道我们就看着剑无双被这3个老妖怪欺负吗？不清楚，不过玄仪公主的能耐你们都清楚，她既然这样吩咐了，那肯定有她的用意，我们只管看着便是了。联手吗？3人联手又如何？战！明知我3人联手，却依旧不曾有丝毫退却，反而主动出击。这小子胆魄可真不小啊！我倒要瞧瞧你这位天神到底有多强。这小子力量好强啊！金甲魔神力量不强才怪。啊，这是幻身吗？好诡异的秘术。古神秘术天童。本尊在那儿，给我滚！什么？这小子竟然完全看穿我的本尊所在。这小子实力极强，1对1，我们3人都不是他的对手，一起上吧！这剑无双太强了！啊，这是幻身吗？好诡异的秘术。古神秘术天童。本尊在那儿，给我滚！什么？这小子竟然完全看穿我的本尊所在。这小子实力极强，1对1，我们3人都不是他的对手，一起上吧！这剑无双太强了！云帆、刀尊者、孟老怪3人联手，竟然都奈何不了他。好可怕的近身厮杀能力，他的剑术也非常了得。他的厮杀技巧好生了得。他才多大呀？厮杀技巧竟然这般厉害！明明实力比我们3人强不了太多，单凭厮杀技巧跟剑术，竟然完全抗衡住了我们3人。倒真是怪物！刀尊者、孟老怪，别跟这小子浪费时间了，直接用绝招。若是再拖下去，说不定那位玄仪公主就亲自到了。她若到场，我们3个就一点机会都没了。好，记住，重伤擒住即可，千万别杀死他。还用你说？秘术斩龙。秘术一梦万年。幻境。竟然瞬间就破去了我的最强绝招一梦万年，怎么可能？一个幻术攻击，一个音波攻击，最后一个则是至强的攻击威能攻击。哼，你们3个配合倒是挺默契的。什么？瞬间破掉孟老怪制造的幻境，又强行扛住云帆的音波攻击，最后竟然还能及时挡住我这一刀。我3人都施展绝招，
难得无比默契的配合一次，结果都没能真正伤到他。我3人联手施展绝招，都没能真正伤到他，这下子该怎么办呢？这小子明明只是一个天神，但实力却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光凭我们3人顶多也只能压制他。事到如今，想要将他擒下只有一个办法了。云海仙宫众长老，随本座一起出手，擒下剑无双。不灭皇朝所属，一起出手，擒下此子。无极魔宗诸位也出手吧。竟然这样！云帆刀尊者、孟老怪3人可都是名动天穹域的顶尖强者，都成名已久，而剑无双仅仅只是一个天神而已。他们3个任何一人出手对付剑无双，都属于以大欺小，3人联手更是过分。可现在他们3人联手还不够，竟然还把3大巨头那些永恒境强者也全部叫上。3大巨头竟然真的完全不顾及自己颜面了吗？这3大巨头也太过分了！无耻，无耻啊！云海仙宫、不灭皇朝、无极魔宗，你们3大宗门并称为天穹域3大巨头，可是现在却把3大宗门所有永恒境的强者叫上，对付我们古门区一个天神层次的弟子，你们好生无耻啊！3大巨头的脸都让你们丢光了！哈哈，原来3大巨头都是这样的货色。我早知道3大巨头无耻，却没想到竟然无耻成这样。分身秘术，哼，分身秘术又如何？杀了这分身！哼，找死！什么？不好，快逃！怎么可能？他的分身竟然也这般强横，这不应该啊！云帆、刀尊者、孟老怪，你们3个人的实力都很强，且在各自宗门中身居高位。若是你们3个人今天死在这儿，且对3大巨头来说，想来也是巨大损失吧。哼，剑无双，自大也要有个底线，杀我们真是可笑。我承认你的实力的确很强，可凭这等实力就想杀死我们，那根本就是做梦。狂妄的小子，本座活了那么多年，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像你这般狂妄的人了。哼，是不是狂妄，你们马上就知道了。你们3个接我一剑吧。这一剑我也是刚刚领悟没多久，还从未在人面前施展过，今日便拿你们试试这一剑的威能。大千剑术第3式。快，一起出手，挡住这一剑！去死吧！不！见过公主。云海仙宫公主，天哪！道尊呢？竟然亲自到场！竟然是道尊！我虽是永恒境，可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道尊。云海仙宫公主，小家伙，你便是玄仪所说的亲传弟子剑无双吗？哼，没想到堂堂云海仙宫公主，竟也会知道我这个小人物的名字，我可真是3生有幸。玄仪的亲传弟子，天穹域有史以来最逆天的天神，你可不是小人物。一个天神，却让3位第4部永恒境联手都奈何不了，甚至还差点将我云海天宫大长老云帆给斩杀了。这份能耐，可当真不俗啊！据本座所知，100年前你的实力顶多也就只能媲美顶尖天神罢了。可在生死永恒界待了100年后，实力便一下子提升到了这等层次。本座倒是很想知道，
你在那生死永恒界的100年，到底都经历了一些什么？哼，怎么？莫非堂堂云海仙宫的公主，也想对我这个天神层次的小家伙出手？出手？呵呵，不，只是想请你去我云海仙宫做客而已。本座亲自邀请，你不会不给面子吧？那就得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了。哦，他真的动手了，竟然真的敢出手！一位天神面对一位道尊，也丝毫不愿低头，甚至敢正面出手。单单这份魄力，便无人能及。这剑无双当真好魄力！什么好魄力？依我看，他是胆大包天，挑战永恒境也就罢了，竟然连道尊他都敢出手，还真是。这一剑，威能都已经达到第4步顶端了，怪不得云帆3人联手都抵挡不住。呼！这便是道尊强者的真正实力吗？看来我没猜错，你的到来仅仅只是一尊分身罢了。分身？不仅天赋古今无双，就连眼力也非同一般嘛。哼，果然是这样。本座到来的的确只是分身，虽说分身不足本尊的实力1成，但对付你个小家伙，想来没什么问题。是什么？这天云子说的不错，他的分身实力虽然不足本尊的1成，但他毕竟只是一位道尊呢，哪怕只是1成实力，也远远超出了第4部永恒境的范畴。就是不知他这尊分身的战力是处于第5部还是第6部的层次。不管哪一部吧，光凭我施展大千剑术第3式，肯定敌不过的。如果说我唯一可以去尝试跟他抗衡的，估计只有那一招。他收剑了？难道是知道打不过，所以束手就擒了？他面对的毕竟是云海仙宫公主天云子，尽管只是分身，却也不是他能够抗衡的。束手就擒很正常，傻乎乎的去反抗，那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古神3指，第1指破剑。这，好生强横的秘术，明明只具备第4部永恒境战力，可施展出这等秘术来，威能却比很多第5部永恒境都要强得多。这小子竟然还藏了这等手段！空间裂痕，竟是空间裂痕！天哪！逼退了，他竟然逼退了天云子。虽然只是1步，但的的确确是将他逼退了。这不可思议，当真不可思议！小家伙，本座倒真是小瞧你了。没想到你除了那门极其了得的剑道秘术之外，竟然还有一门威能更强的指法秘术。这指法秘术不仅威能强，而且还带着部分血脉之力。如果本座没有看错，应当是你从魔神一族手中得到的吧？哼，魔神一族倒当真是个大宝库啊，竟然连这等强横的秘术都有。唉，不愧是道尊层次的强者，仅仅是一尊分身，战力都如此可怕。我全力施展的古神一指，竟是紧逼他的后退了一步，反而我自己被震得重伤。剑无双，看你的样子，应当已进幽静灯窟了。怎么，到了这般地步，你还不束手就擒吗？莫非真要本座将你的4肢全部卸掉，再带你回云海仙宫吗？哼，束手就擒？仅仅这等程度，还不至于让我束手就擒。那是什么？枯枝？不，看上去非同一般。这剑无双都已经到了这般地步了，难不成
他还藏有底牌不成？哼，天云子，你这尊分身虽然实力远不如本尊，但要凝练起来，想来也得花费不小代价吧？哼，是又如何？既然这样，那我今日便灭了你这尊分身。这是道尊之力，如此巨大的空间黑洞，我的天！不好，没办法了。两个天云子，这是本尊，是他的本尊，他的本尊亲自赶到了。哼，本尊吗？好强的意志，竟然令我都吃了个暗亏，而且这意志只是完全依靠力量未能施展出来的，根本没有施展任何秘术手段，威能却如此的强横。这意志的主人实力要比我强着很多。哼，天云子，没想到你的本尊竟一直待在这附近呢。哼，本座这分身实力虽然不怎么样，但凝聚起来同样得花费一些功夫，可不能这么简单的被你毁去了。原来如此，你的本尊竟然都亲自到场了，云海仙宫还真够看得起我的。剑无双，本座没工夫跟你耍嘴皮子，老老实实跟本座回云海仙宫，本座可以保你性命无忧，否则又如何？玄一，师尊，玄一公主，是玄一来了。其实他早就应该来了，不知道这一次他为何会这么慢。这下有趣了，玄一公主啊，她可是非常护短的。100年之前，她得知剑无双没能从生死永恒界走出来的消息，大怒之下，那一剑便斩杀了云海仙宫7大永恒境，云海仙宫屁都不敢放一个。而今日，云海仙宫屡次对剑无双出手，且手段也极其不光彩，以大欺小，以多欺少的事情，云海仙宫都做出来了。那玄一公主肯定更加愤怒，有好戏看了。不过玄一公主今日面对的毕竟是云海仙宫的公主，道尊层次的天云子，恐怕没法像之前那般强势了。哼，玄一，你总算舍得露面了吗？明明早就到来了，却一直待在暗中不曾出面。你也不怕你这宝贝弟子死在我云海仙宫的手中？哼，我这弟子若是死掉，那你云海仙宫所有永恒境都得去给他陪葬。哼，玄一，你这话未免也太不将我云海仙宫放在眼里了吧？我就是不将云海仙宫放在眼里，你又能如何？你，师尊，你先别说话，安心到我后面站着，其他的交给为师就是。是。天云子，今日之事，你欠我一个交代。交代？哼，100年前，你因为你弟子没能从生死永恒界走出的关系，一剑斩杀我云海仙宫7大永恒境，本座还未找你要交代呢。100年前，你云海仙宫的人的确对我弟子动过手，我只是杀了你们7个永恒境而已，难道不应该吗？100年前你就知道，你的弟子根本就没死。我弟子若真死去，你以为云海仙宫随便死几个人就能了事吗？还有不灭皇朝、无极魔宗，随便赔点神经就能打发我？混账！混账的是你云海仙宫，我弟子不过一个天神罢了。你云海仙宫为了对付他，强者进出，
敌不过不说，最终连你这位云海仙宫公主都要冒出来。哼，天云子，你堂堂一位道尊，竟亲自出面对付一个天神，现在还在这里言辞凿凿，传出去，你也不怕天下人耻笑吗？好，很好。玄一，本座知道你的能耐，有你的庇护，单凭本座一人的确奈何不了你这宝贝弟子。既然如此，本座便将那2位也请来，到时候本座倒要瞧瞧，你还能拿什么去庇护他？那2位？玄一，本座倒要瞧瞧，今日还有谁能护得了你这弟子？哦，这里倒是挺热闹的嘛。天云子，我正在闭关潜修，接到你的传讯便立刻赶来了。说说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经过的事情，你们可以自行去询问你们麾下的人，问完你们便清楚我找你们来的目的了。好家伙，竟然能够在生死永恒界待了100年而不死，且实力还大增。一个天神可以化为金甲魔神，战力之强，云帆等3位第4部永恒境联手都被彻底碾压，甚至于连天云子的分身都差点被灭掉，这简直不可思议。我天穹境历史上何曾出现过这等逆天天神？玄一，这剑无双是你的弟子？是。玄一，你这弟子身上有关乎这整个生死永恒界最大的秘密，这等秘密岂能他独自一人掌握？不如让他将这份秘密说出来吧。对，只要他能够将自己在生死永恒界那100年的经历遭遇原原本本的说出来，我等自然不会再为难于他。玄一，你也听到了，之前就本座一人，的确很难奈何得了你。可现在屠神君跟苏魔主也都出面了，你还不交出你的弟子来，难不成还打算一个人死撑？师尊，这小家伙在生死永恒界内到底经历了些什么，我现在也不知道。不如先让我询问一二，待会儿我再给你们答复，如何？可以。你是这剑无双的师尊，第一个知道这小子在生死永恒界中的遭遇也是应该的。不过我喜欢你，最后能做个明智的选择，不然……师尊，小家伙，在生死永恒界100年，你的进步倒是不小嘛。还好吧。能够化为金甲古神，不错了。如果为师没看错的话，你的剑心也已经达到第2层次了吧？而且达到第2层次也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是。你的剑术也提高了不少，这100年可曾有在剑道上遇到什么问题吗？师尊莫非不想知道弟子这100年在生死永恒界里的经历吗？你有什么经历，那是你自己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之所以对天云子他们几人这样说，不过就是为了能够拖延些时间罢了。拖延时间？拖延时间做什么呀？别急，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我师徒隔了100年才见到，你有什么剑道上的问题，可得赶紧问，可别错过了机会。哦，好。玄一，你都询问了那么久了，可曾问清楚了？有结果了吧？时间差不多了，可以了。玄一，让你弟子说吧。
我弟子？不管我这弟子在生死永恒界经历了些什么，那都是他自己的事情。我这个做师傅的绝不会过问的。同样的，不管他在生死永恒界得到了什么机缘，知晓了什么秘密，那都是他的。其他任何人还是不要想染指的好。玄一，你是在耍我们？我就是耍你们，那又如何？你们三位莫非想来硬的吗？我玄一今日把话放在这里，你们三个有什么手段，有什么能耐，皆可以动用。可最终的结果，我可以现在就告诉你们，我还有我弟子都完好无损，而你们三个若是不付出足够惨重的代价，绝对没命活着离开这里。这话是我玄一说的。很好，既然如此，那本座倒真想瞧瞧，你是如何让我们三个付出惨重代价的。我也很想瞧瞧。玄一，既然你要冥顽不灵，你就别怪我们三人不客气了。玄一，师尊。哼，敢对我师尊出手，你们三个好大的狗胆！什么？弟子拜见师尊。道尊，又来三大道尊！天哪，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竟然出现了那么多道尊！这三人竟然都是玄一的弟子。不是说玄一公主在剑无双之前并没有收过弟子的吗？不，她收过3位弟子，只不过她这3位弟子很早之前便离开了天穹域，去其他地方闯荡的。她的3位弟子竟然是3位道尊！玄一，该死的玄一，他竟然早有准备，早就将他3大亲传弟子给招来了。麻烦了，他的3大亲传弟子归来，我们再想出手根本不可能了。别说我们出手了，光是我们3个能否全身而退都未必呢。剑无双，师尊，我之前跟你说过，你有3位师兄，便是你眼前这3位了。来，我给你一一介绍。这是你3师兄白虎，在万古界也有一定的名气，被称之为白虎道尊。呵呵，你便是师尊新收的小师弟。师弟剑无双见过3位师兄。这是你2师兄子峰，不过外界都称呼他为子龙道尊，那头巨龙是他的坐骑。2师兄，至于这位便是你的大师兄了，他的名字叫血灵天，这个名字不怎么出名，可若提起血刃尊主，万古界的那些顶尖强者，应当没人会不知道。见过大师兄。小师弟，无需这般客气。这次那么着急把你们3个叫回来，是因为你们的小师弟遇到了一些麻烦，需要你们出面相助，就是3大巨头的这3大道尊。3大巨头？小师弟，这3人你想要如何处置？处置？给他们一个教训便是了，但不要杀死。明白了。哼，你能够教出3位道尊弟子来，的确厉害。可光凭这一点，还不足以令你完全无视我3人。同是道尊，而且都是3人，谁怕谁？玄一，我倒是要看看，你教出的这3位道尊弟子，到底能有多强。你们弄错了，对付你们，我一个就足够了，还不至于让我的2位师弟出手。
什么？狂妄！找死！你，这小子实力倒是越来越强了嘛。哼，天云子他们3个一直待在这小小的天穹域里，当他们的霸主，浑然不知这万武界真正的辽阔。不去闯荡，不去厮杀冒险，这样的3位道尊，就连我都不放在眼里，更别说是大师兄了。他们3个见识的确太低了些，不然在大师兄面前绝不敢这般放肆。同样是道尊，可他们3个又哪来的资格跟万古界大名鼎鼎的血刃尊主去比？别说他们了，即便是我们2个在大师兄面前，恐怕也支撑不了几招啊。那是当然，大师兄毕竟是跨出了那一步的道尊，可比我们要强多了。3位，现在咱们是不是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了？玄衣公主，今日之事是我无极魔宗之过，不管玄衣公主你有什么要求，我无极魔宗都会尽可能的满足，只希望玄衣公主你能够高抬贵手，饶我等性命。哦，求饶了！无极魔宗的魔主，堂堂道尊强者，竟然当面求饶了！嗨，道尊又如何？道尊也是人，当面对远远比他强的存在的时候，他除了求饶还能做什么？找死不成啊？没想到啊，真是没想到啊！之前还以为这一次玄衣会遭殃了，可谁曾想事态会演变成这样啊！玄衣公主，今日是我云海仙宫之过，不管你有什么要求，我云海仙宫都会尽量满足。我不灭皇朝也是一样。算他们识相。既然3位也都说了，今日之事是你们3方的错，那我便跟你们说道说道。100年前，你们3大巨头便都纷纷出手，欲要置我弟子于死地。还好我这弟子运气不错，从你们3方强者手中侥幸活了下来，却依旧被逼得在生死永恒界那般凶险的地方待了100年。可今日他一从生死永恒界出来，便再次遭到你们的逼迫，而且还是3大巨头，那么多强者联手一起欺负我的弟子，本座身为他的师尊，又岂能由着你们肆意去欺负他？玄衣，多余的废话就不用多说了，直说吧，需要我们赔偿些什么？你们倒是爽快，既然如此，那我便直说了。我有3个条件，你们若是答应，我立刻带着我的弟子们离去。3个条件？说，哪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也是最简单的，你们3大巨头合力凑出些神经来吧。神经？你要多少神经？不多不多，也就10亿而已。什么？10亿神经？玄衣，你可真敢开口啊！不就是一些神经而已，至于这样吗？再说了，我也不是让你们一家拿出10亿神经来，而是你们3大巨头凑上一凑，一起凑个10亿神经给我，平均下来，每家也就3亿多点神经而已，算不得什么。哼，怎么，你们3个莫非以为我在这儿讹你们不成？真是可笑。你们也不想想，我要在短时间内召来这3位弟子，难道就不用付出代价吗？代价？你们也都清楚，我这3位弟子早就离开了天穹域，去了很远的地方闯荡。那么远的距离，若是靠自行赶路的话，即便他们是道尊，没有个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怕都没法回来。更别说中途或许还会遇到什么变故，耽搁了，花费的时间便会更长。可为何他们3个能够以这么快的速度赶到这里呢？原因很简单，
那便是他们三人都是通过虚空神殿独有的空间虫洞赶过来的。可这虚空神殿是何等存在，他们的空间虫洞又是何等的高明。想要在虚空神殿内使用一次空间虫洞，代价又得有多大？你们三个恐怕也都清楚吧。虚空神殿，我这3位弟子都是乘坐虚空神殿空间虫洞，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赶到这里。而每在虚空神殿乘坐一次空间虫洞，光是费用就是足足1亿神晶。他们3人传送一次就是3亿神晶，若是算上来回就是6亿。另外，他们3人自己本身也都是有事情缠身的，结果为了赶到这里救他们的小师弟，耽搁了自己的事情，耽搁了时间，这难道不算代价吗？乘坐空间虫洞的费用，加上他们耽搁的事情、时间，这来来回回的，我只让你们交出10亿神晶来，已经是便宜你们了，你们竟然还不知足。三师兄，你是真找那虚空神殿乘坐空间虫洞赶来的？当然，如果不依靠虚空神殿的空间虫洞，我在遥远的冰水域怎么可能一接到师尊传讯便立刻赶过来？那乘坐空间虫洞的费用也是那么多？虚空神殿是万古界真正的霸主，只有他拥有可以通往万古界各个角落的空间虫洞，而乘坐空间虫洞的费用的确昂贵，每次都得花费1亿神晶，这跟师尊所说的是一样。不过有一点师尊没说。是什么呀？咱们的大师兄是虚空神殿18尊主之一，在虚空神殿内也有着不小的权势。他乘坐虚空神殿的空间虫洞根本就不需要神晶，而且他还给了我2师兄1人1枚令符。凭此令符，我们去虚空神殿乘坐空间虫洞只需要缴纳1成的费用，也就是说，我跟2师兄去乘坐空间虫洞每次只需要1000万神晶罢了，就算是来回加起来也就4000万神晶，跟师尊所说的6亿神晶那完全就是2个概念。这样啊，虚空神殿18尊主之一。小师弟，等回到古门之后，你也可以去找大师兄，让他给你1枚令符，以后你在万古界闯荡，有虚空神殿的空间虫洞乘坐，那就方便多了。不过若是每次乘坐都需要1亿神晶的话，就算是一位实力极强的道尊也经不起这样的消耗。我明白了。好，10亿神晶就10亿神晶，我们答应。那好，第一个条件没问题。现在我说第2个条件。你们也清楚，我手段不少，且在很多方面，比如炼魁、炼器、炼丹上，我都有些钻研。而这段时间，我正想要炼制一柄神兵，急需一种名为金阳金铁的晶石，且需要不少。你们3位想想办法吧。金阳金铁。玄烨，这金阳金铁你要多少？不多，我需要10斤，你们3家分摊下来，每家3斤多一点。好，我们答应。答应。爽快。既然如此，那便只剩下最后一个条件了。这最后一个条件对你们而言倒不算什么难事，无非便是一些秘术罢了。秘术？先是神经，再到天才地宝，最后有打3大巨头的秘术起来，这位玄衣公主可真够狠的呀。哼，这也怪不得玄衣公主，要怪也只能怪他们3大巨头咎由自取。啊，也对，之前他们3大巨头那么多强者联手对付一个天神级别的剑无双，玄衣公主不愤怒才怪呢。这一次3大巨头可真得大出血了呀。说，有哪些秘术？不多，每家10门秘术而已。这些秘术都由我亲自制定，这是清单，
你们看看。3天后，我会派人将你要的神经金阳金铁，还有这些秘术，送到古门。很好，只要你将这些东西送到，那今日之事我可以当作没有发生过。今后咱们还是朋友。可若是你没有及时送到，那我便只能让我的弟子们去你们各自的宗门内走上一遭了。朋友？谁他妈跟你是朋友？3位师兄，今日若非你们3个及时出现，师弟我怕是性命难保啊！来，我敬3位师兄一杯。小师弟，其实今天之事，即便我们3个没能及时赶到，你也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小师弟，你别忘了，有咱们师尊在呢。师尊？小师弟，你千万别小看咱们师尊。咱们师尊的确没有突破达到道尊，可这并不代表咱们的师尊就比不上那些道尊强者。相反，我在外闯荡，碰到的道尊强者也有不少了，甚至连很多在万古界有着莫大权势地位的大人物，我也接触过。可在我这么多年闯荡当中，碰到的这些无数强者，如果单论神秘程度的话，咱们的师尊绝对排在第一。啊？小师弟，你现在是古门剑宫的一员吧？是。你可知在很多年前，我拜师时，古门当中根本就没有剑宫的，有的只是刀宫。咱们的师尊便是当时的刀宫公主。什么？不只是大师兄，我们2个也是。像我在古门拜师时，没有剑宫刀宫，有的是枪宫，师尊都是枪宫公主。我以辅为兵刃，而当时师尊便是古门的辅宫公主。所以说呀，小师弟，即便我们3个不来，以师尊的能耐，也断然不会让你落入那3大巨头之手。我别的不敢说，可我肯定，师尊要带你逃命，绝对是可以轻而易举做到的。这样啊，3位师兄，你们跟随师尊那么多年了，对师尊的底细，你们可曾有过了解？不了解，我也不是很清楚。我跟随师尊时间最久，可师尊的底细我同样不清楚。不过根据师尊平日的行事，我却看得出，师尊应当是属于那种无欲无求的人。他并没有什么追求，一切所性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像我们这几个亲传弟子，也只是他随性而收的。且师尊对我们这些弟子都颇为呵护，但却并没有想要我们去帮他做什么。起码我拜入师尊门下已经过10万年，可师尊从未要求过我去帮他做什么事，相反，倒是我老麻烦他。其实在咱们古门，无比神秘的，并不只有咱们的师尊，还有另外一人，便是门主。古门门主？我拜入师尊门下过10万年，可这么长时间了，也仅仅只见过那位门主一次，且那位门主给我的感觉也颇为的古怪。大师兄，你好歹也跟他见过一面，我跟3师弟可是一次都没有见过呀。你们几个在聊什么呢？见过师尊。行了，没什么外人，咱们师徒之间无需那般客气。刚刚在聊什么？聊得那般欢快。没什么，只是第一次看到小师弟，难免话多了些。知道这是你们第一次见到你们小师弟，那你们3个做师兄的，难道不该表示表示，给个见面礼吗？见面礼？小师弟，我接到师尊传讯，知道要跟你见面之后，
我就给你好生挑选了一份见面礼。喏，就是这个。三师兄，这是七彩道果，是针对本源之道感悟的至宝。我知道你现在还只是天神，而要突破永恒境，就必须在一条道上将九重玄奥完全悟透。可是你现在距离这一步应当还有不小的距离吧？嘿嘿嘿，这七彩道果便是可以大幅度提高道之本源的至宝。你只要吞服了它，哪怕是今后不去感悟道，就任由它自己慢慢去提升，1000年之内也必定可以将一条道的九重玄奥全部悟透。而你若是能够刻苦一些，凭你的天赋，顶多200-300年必成永恒境。多谢三师兄。哎呀，不用客气。三师弟，你竟然将七彩道果都拿了出来，看来我若是不拿出更加珍贵的东西，可当不了这个二师兄了。那是当然了，你入门比我早，实力也比我强，拿出的东西自然也应当更珍贵才对啊。还好我也有所准备。小师弟，你看，战魁。小师弟，这尊战魁是我很久以前在外闯荡时机缘巧合得到的，它是一尊永恒境层次，且还是永恒境顶端的战魁。这尊战魁需要用神经驱动，爆发出来的战斗力也是由神经数量来决定的。而若是能够将它的全部威能爆发出来，那便足以跟人类的6部顶端永恒境强者对抗。多谢二师兄。这战魁对道尊而言已经没什么用处，给你用来保命倒是差不多了。不过你还是慎重一点，不到紧要关头别轻易动用，毕竟这战魁驱动起来对神经的消耗可是非常巨大的。明白了。小师弟，这是我独有的令符，凭借这门令符，你去虚空神殿乘坐空间虫洞，只需缴纳1成的费用。另外，你今后若是在外闯荡，碰到一些危机，或是遇到些什么强者逼迫你的话，也可以将这令符拿出来，那些强者自然会明白你跟我关系非同一般，多多少少会给我些面子。大师兄，这令符我跟二师兄都有1枚，小师弟自然也该有1枚的，你用它来当做见面礼不合适吧？说得对啊，大师兄，这令符可不能算是你给小师弟的见面礼。我知道，当初师尊传讯，我知道多出一个小师弟时，我便已经开始给小师弟准备见面礼了，且已经找好了宝物。但那件宝物比较特殊，还需要过段时间我才能够弄到手。可没想到小师弟中途会遇到危险，师尊传讯让我提前赶回来了。是这样。小师弟，那见面礼我下次见面再给你，或者我中途找人给你送来。可现在我的确拿不出，希望你不要介意。师兄说笑了，光是师兄肯费心思替师弟我出面准备见面礼，我便已经感激不尽了，就岂会介意那些见面礼的时间呢？等过段时间我将那件宝物拿到手后，必然第一时间给你送来。那件宝物对你绝对有不小作用。小师弟，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还打算继续待在古门内吗？接下来我打算出外闯荡。果然，天穹域终归太小了，相对于整个万古界而言，小得可怜。这天穹域的强者无比稀少，就凭小师弟你现在的战力，的确应该去更加浩瀚的地方闯荡。如果小师弟你打算去天穹域外闯荡的话，我这里有份星图，对你应当有些帮助。好大呀！大师兄是虚空神殿18尊主之一，而虚空神殿最厉害的地方，便是连接万古界各个角落的诸多空间虫洞，所以大师兄手中的疆域星图也是最全面、最完整的。这份星图若是放到市面上，最起码也能卖到个数百万神晶。多谢大师兄。不必客气。小师弟，这星图上标记的地方都有简单的介绍，
你看下，想去哪个地方闯荡？大师兄，这4大国度是？这是我虚空神殿掌控疆域范围内最强的4大国度。这4大国度分别是东土大唐、西方极乐、南岭天朝、北海神国。4大国度每一个都有着不可思议的底蕴与实力，而4大国度当中最特殊的便是东土大唐。东土大唐？大师兄，刚刚你说东土大唐是4大国度当中的最为特殊的，这是为何？之所以说它特殊，那是因为东土大唐是4大国度当中最古老，也曾是最强的一方国度。东土大唐的古老，仅仅只是比虚空神殿稍微逊色一些罢了。在虚空神殿创建后没多久，便有了东土大唐。而东土大唐的创建者，没人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创建了东土大唐，所以他也被尊称为唐皇。唐皇？这位唐皇实力通天，无比强横。他的实力在当时也就比虚空神殿的创建者那位神秘的殿主大人要略微逊色几分，可除了殿主，几乎没人是他的对手。而在这位唐皇创建东土大唐后没多久，他便消失不见了踪迹。之后漫长岁月，都不曾有人再见过他。消失了。唐皇虽然失去了踪迹，可他却留下了4大弟子。这4大弟子实力同样无比强横，替他掌管东土大唐。这4大弟子后来也就被人称之为东土4帝尊。这4位帝尊分别是青帝、萧帝、云帝跟冷帝。这4大帝尊每一个都达到了道尊的顶端，特别是最强的那位青帝，实力之强，近乎可以跟唐皇媲美。有这4大帝尊联手掌管，当时的东土大唐之强盛，四海惊颤，万域臣服，可以称得上是空前绝后。即便是万古界最古老的虚空神殿，对鼎盛时期的东土大唐都有着颇多顾忌。尽管后来另外3大国度接连崛起，可这3大国度对东土大唐却充满着敬畏，根本不敢与之正面抗衡。那一时期造就了大唐的繁荣盛世，可惜这等盛世后来却出现了一番变故。什么变故？具体什么变故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那4大帝尊当中最强的青帝第一个陨落。青帝一死，作为他爱慕者的云帝伤心欲绝，随后便独自一人离开了东土大唐，似乎是步入他师尊唐皇的后尘，便再没有了踪迹。剩下的萧帝跟冷帝，这2人原本是一对夫妻，按道理凭借他们2人的能力，联手之下东土大唐依旧无比强盛。可不知为何，在云帝离开后不久，这对夫妻竟也传出了不和的消息，且后来2人更是彻底决裂，甚至直接爆发了大战。那也是东土大唐唯一出现的一次内部争斗。那场争斗无比激烈，而最终的结果是萧帝战败，带领部下离开了东土大唐，下落不明，只剩下冷帝独自一人掌管东土大唐。冷帝虽然实力强横，且心智无双，可奈何经历青帝陨落、云帝离开后，东土大唐的整体最高层战力大幅度削弱，又跟萧帝生内斗，令东土大唐内部消耗巨大，整体实力削弱了太多太多。其他3大国度又趁机一口咬了上来，令东土大唐再也难以重振以往的盛世。到了现在，
东土大唐已经沦为4大国度当中最弱的一方国度。若非是顾及东土大唐的开创者唐皇有可能归来的话，其他3大国度早就联手把东土大唐给彻底吞并了。这样啊，萧帝前辈对我有大恩，这东土大唐对我意义重大。我决定了，去东土大唐。哦，对了，我还听说当初的萧帝跟冷帝育有一女，名为冷如霜。这冷如霜据说拥有倾国倾城之姿，其容貌堪称万古第一。更难得的是，她弹的一手好琴。但凡是有幸听过她弹奏一曲的，无不为之沉醉，包括一些道尊都是如此。小师弟，你去东土大唐闯荡，若是有幸见到这位绝世佳人的话，可千万不要错过呀。冷如霜吗？大师兄，你刚刚说萧帝跟冷帝是孕育了一女，你确定他们只有一女？对啊，东土大唐就只有冷如霜一位公主，这是众所周知的。怎么了？只有冷如霜一女，那冷如雪呢？我现在的实力终归还是太弱了，等我实力够强了以后，再到东土大唐去慢慢寻找答案吧。玄衣公主，那3大巨头已经派人送东西来了。3大巨头的速度倒是挺快的嘛。嘿嘿，他们估计是怕大师兄真跑到他们的宗门当中去闹，所以才不敢有丝毫耽搁吧。我去瞧瞧吧。师尊，那些宝物没什么问题吧？没什么问题，那3大巨头还算识相。这就好。师尊，我在虚空神殿内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既然这里已经没什么问题了，那弟子便先回虚空神殿了。我们两个也是。都去吧。小师弟，这是我的传讯令符，今后若是遇到什么问题，大可传讯找我。多谢师兄。小家伙，你既然已经决定要去外界闯荡，那为师也不会拦着你，且为师还会赠予你几件宝物。赠予宝物？加上你在内，为师一共收了4位亲传弟子。你的3位师兄当初离开天穹域独自去闯荡时，为师也刻意为他们准备了宝物的，不多不少，每人都是3件。你自然也是如此。这3件宝物是为师唯一给你们的一次无偿赠与，而以后为师却不会再赠给你们任何宝物，且即便是你们需要为师给你们帮忙，比如炼制神兵、炼制丹药等等，你们都需要付出代价才行，明白吗？弟子明白。为师给你准备的第1件宝物是一柄神兵。神兵？剑吗？是剑，但也不尽然。我之前便将少帝剑赠予了你，这少帝剑是一柄永恒神兵，且在永恒神兵当中已经达到了巅峰层次，威能已经算是不错了的。这少帝剑若是给你平日里去厮杀激战倒也不错，可若是作为底牌，想要令你爆出更加强横的战力，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为师给你准备的第1件宝物便是一柄永恒层次的神兵，就是这个。师尊，这是……怎么不认识他了？你可是在这里边潜修了足足6年的时间呢。潜修6年？这是剑锋？你没看错，这的确是剑锋，只不过我用一些特殊的手段将剑锋炼化了而已。我之前之所以从3大巨头手中要了10斤金阳金铁，就是用来炼化这剑锋的。别小看它，这剑锋本身蕴含着一些强横的禁制法阵。我将剑锋炼化之后，这些禁制法阵依旧可以使用。所以说，这剑锋有2大用处。第一，
它可以化为剑形攻击神兵。这好可怕的剑！这是作为攻击神兵使用的状态。当然，你化作古神时，可以自行控制它的体积，而接下来便是它所化的山岳状态。山岳状态则是用来镇压，它自身便携带着一门镇压类秘术。你将其炼化认主之后，可以直接掌握。镇压？这柄神兵给你，你先炼化认主看看。这真是一件不得了的神兵啊！师尊，这神兵可有名字？我刚将它炼化成，还没起名字，你自己起个吧。起名字吗？这柄神兵既然是以剑锋炼化的，而且全身猩红如同鲜血一般，那从今日开始，它便叫做血锋剑吧。血锋剑，这柄神兵威能非同一般，价值更是无量，所以你今后使用起来务必要小心谨慎，不到必要关头，还是不要轻易动用的好。尽管为师在炼制这柄神兵时刻意施展了些手段，隐瞒了这柄神兵的气息以及一些精妙之处，大多数人看不出这柄神兵的厉害之处。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一旦被眼尖的人看出来这柄剑的玄妙来，那么即便是道尊，也会忍不住来杀你夺宝的。道尊都会心动。第一件宝物已经给你，接下来便是第二件。令符。这令符是给你用来保命的。你之前跟天云子分身对上，最后捏碎了一枚枯叶，差点将天云子的分身给灭杀了。那枯叶应当是你从生死永恒界内得到的吧？我现在给你的令符性质便跟那枚枯叶相当，只是用处更大一些。这令符当中有着3道剑意，你将令符炼化之后，便可以自行引导这3道剑意，用作杀敌，用作破阵都可以。总之，尽量在关键时刻动用。3道剑意，第1道最弱，第3道最强。不过纵然是最弱的一道剑意，也绝对不比你之前捏碎的那枚枯叶施展的那一指要弱，甚至可能还会更强一些。师尊，这令符当中的3道剑意威能如此强悍，你怎么会有啊？为师能得到这枚令符也是运气。为师当初在外闯荡时，曾碰到过一位实力极其可怕的剑道强者，他名为剑十一，在万古界他是被尊称为旭日剑帝。剑帝？这剑十一一身剑术修为早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初他跟师尊结识时，正好有求于我，我帮了他的忙，而他则是将这枚令符作为报酬交给了我。这样啊，已经给了你2件宝物，至于第3件，跟你大师兄一样。那第3件宝物颇为特殊，即便是我炼制起来也颇为不易，到现在也仅仅只是在筹备当中，还无法将它交出来给你，所以只能等以后再找个适当的时机送到你手上了。有劳师尊了。师尊呢，弟子还有一事询问。说吧。弟子在生死永恒界待了100年时间，这100年时间，弟子之所以能够不死，且实力大增，主要是因为生死永恒界的古神一族，他们把弟子当成自己的族人了。师尊可知这其中缘由啊？这我怎么知道？难道这事儿跟师尊给我的万道经没关系？万道经？你想多了。万道经的能力虽然颇为特殊，而且颇为了得，但它也不至于逆天到直接改变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灵魂，还有他的血脉。所以你拥有的古神血脉跟万道经并没有直接关联。不是万道经？难道是母亲？我心中的疑问倒是越来越多了。看来这些疑问只能等我实力足了之后，再一个接着一个慢慢寻求答案了。剑无双，
在我见过的这么多人里边，我最佩服的就是你了。一个天神竟然横扫三大巨头所有永恒境，简直是不可思议啊！剑无双，我听说你已经准备离开天穹域，去其他地方闯荡了。我这次便是跟你们道别的。啊，天穹域之外啊，师尊说过，没有永恒境实力，独自一人去外界闯荡，无异于找死。在外界随便碰到一些盗匪，都有可能小命不保。你刚来到万古界，仅仅100来年，就敢一个人独自去外界闯荡，真是厉害。不说这些了，来，咱们喝酒。从今天开始，古门之内不会再有剑宫，本座会重新开辟一宫，至于名字嘛，便叫棍宫吧。万域雷宗。根据我从古门内得到的资料，这万域雷宗现在一共有5名永恒境强者，不过实力却很一般，最强的一位也在堪堪具备第3部的战力罢了。他们的护宗大阵威能也不算太强，这样的宗门单凭我一个便足以横扫。苏命必须死！什么人？天神？一个天神威压强成这样，他莫非是？是他，是剑无双。当初天穹盛会展开时，我在朝天阁那边曾见过他，的确是他。剑无双？来人可是古门的剑无双小友？是我。老夫万域雷宗副宗主雷炎，不知小友降临有何见教？副宗主？你们宗主呢？小友有所不知，我万域雷宗一共有3位宗主，不过这3位宗主很早之前便外出游历了，现在不在宗内。哦，雷炎，我也不跟你废话了。在你们万域雷宗内，有一名弟子是我的仇人，还是不共戴天那种。只要你能将那名弟子交给我，我二话不说立刻离开，绝不伤你万域雷宗一丝一毫。不共戴天的仇敌？不知是我万域雷宗麾下哪位弟子不开眼，招惹了小友你。只要小友开口，即便不用小友亲自出手，我万域雷宗会第一时间将其斩杀，以泄小友之怒。这人名为苏命，100多年前是你万域雷宗的人亲自去千古界把他接上来的。苏命？原来是他。看来你是知道。哼，将他交出来吧。剑无双小友，抱歉，这人我没法交出来。你说什么？小友息怒，并非是我万域雷宗不愿将此人交出来，而是这人早已经不在我万域雷宗了。不在了？的确不在了。这苏命我是知道的，他得到了雷心宗主留在千古界的一份机缘，所以后来雷心宗主亲自派人将他从千古界接了上来。接上来后，他的确在我万域雷宗待了一段时间，可没多久他又直接离开了，距离现在已经有100多年了。对了，正好是天穹盛会结束，小友你在天穹盛会上声名鹊起时离开的，而且是雷心宗主的人护送他离开的。你没骗我？老夫岂敢欺骗小友？小友若是不信，我现在便可以开启我万域雷宗的护宗大阵，让小友进来仔细搜查询问。你口中的雷心宗主，便是你万域雷宗的3大宗主之一吧？对。雷心宗主很久以前便外出游历了，已经有漫长岁月不曾归来。那苏命也是运气好，才得到雷心宗主在千古界留下的机缘，跟雷心宗主扯上了关系。雷心宗主之前并没有弟子，看现在这样子，应该是打算收这苏命为弟子，才特意将他接走的。那你可知道这雷心宗主现在何处？这个我倒是知道，雷心宗主现在在紫荆岛内，且似乎还加入了一方大势力。紫荆岛就在东土大唐疆域附近吗？倒是顺路。打扰了。没想到雷心宗主收的这个弟子会跟着剑无双有如此巨大的仇怨，
这下麻烦大了。雷言，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将这件事传讯给雷心宗主，让他自己去解决此事吧。传讯？我万玉雷宗的确招惹不起剑无双，这是事实。可雷心宗主毕竟是我万玉雷宗3大宗主之一，总不能让我们传个讯都不允许吧？小子，看你的样子，应当是刚从天穹域出来的吧？区一个天神就敢到这域界外闯荡，还真是蠢的可以啊！啊！看在你这般愚蠢的份上，只要你老老实实将你的乾坤戒还有身上的宝物全部交出来，我们便饶你一命。否则，死！哼！早听说域界之外有大量盗匪到处劫掠，没有永恒境实力，去域外闯荡是九死一生。现在看，还真是如此。我想从天穹域赶往东土大唐，中间隔着无比遥远的疆域，光是赶路都不知要花费多少岁月。这么长时间，要是单纯赶路的话，那也未免太枯燥乏味了一些。而途中能够有这些盗匪消遣一下也不错。而且这盗匪的实力似乎也都还不错，连永恒镜都有，用来磨练剑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还想反抗？兄弟们，杀了他！继续。37年了，总算到这紫荆岛了。我要一份关于紫荆岛的详细资料，越详细越好。最详细的资料需要10万神晶哦。这么贵？除此之外，我还需要紫荆岛那一位强者的详细资料。谁？他叫雷心，是一位永恒境强者，实力不弱，最起码也是到了第4部了，甚至有可能是第5部的永恒境。听说他还加入了一方大势力，而且他还有个弟子叫做苏命。啊，稍等，找到你说的那人了，他的详细资料比较贵重一些，需要20万神晶。这是你要的东西。这座紫荆岛的主人紫荆岛主可是真够可怕的。这位紫荆岛主不惜花费莫大代价创建了紫荆军，专门用来维护紫荆岛内的治安的。1万人的紫荆军，最弱的都是顶尖天神，而其中有上千人都是永恒境。这些紫荆军遍布岛屿的各个角落，不管岛上哪里激战，他们都可以立即赶过去。且紫荆军当中不乏第4部、第5部的永恒境强者，完全可以轻易镇压激战的双方。纵然是我，要是在紫荆岛内动手，恐怕也只有被他们碾压一途啊。不过还好，这条规矩倒也不绝对。宿命，师尊，雷心长老。你去哪儿了？回师尊，弟子只是到周边方士随便逛逛而已。哼，我不止一次告诫过你，让你这段时间尽量不要离开我的视线范围之内。可你呢，何曾将我的话放在心上？师尊，不就是一个剑无双吗？这里可是紫荆岛，那剑无双只要不是蠢货，就知道在紫荆岛随意出手的后果。更何况有2位护法一直跟着我，那剑无双就算到了，怕也没那个能力杀死我。不怕1万，就怕万一。雷炎传讯时给我说过，那剑无双虽然只是一个天神，但实力却异常了得，连他一位3部永恒境都颇为惊惧。他若是真出手要暗杀你，你恐怕未必躲得过去。一个天神让一位3部永恒境都无比惊惧，这话就算弟子相信，难道师尊你会相信吗？不管怎么说，还是小心一点的好。这段时间你们2个一定要好生跟在他身边，寸步不离，明白吗？雷心长老尽管放心，我2人会一直紧跟着苏命公子的。
我给你的那件东西，你切记一直要随身带着，不可取下，也不可放入乾坤界中。若是真碰到万一，那件东西也能保你一命。弟子明白。去吧。这位雷心宗主对弟子可是真够重视的，竟然派遣2位永恒境强者当护卫。哼，不愧是天云阁的克卿长老之一啊。哼，师尊是第5部顶端的永恒境强者，还是天云阁克卿长老，身边还跟着2位永恒境强者的护卫，所处的又是紫荆岛内。看样子我要杀死这苏命并不容易。且不管他，还是先去血战台想办法得到一枚紫荆令牌再说吧。有了紫荆令牌，我才能够在这紫荆岛上杀人。还真是疯狂啊！获胜者，哭！哭！你是否还继续挑战？哈哈哈，当然是继续挑战了。明知死亡几率如此之高，也明知赶上血战台去厮杀的都是非常强横的顶尖天神，可这些天神们却依旧一如既往，还真是。天神层次的生死战对我而言一点看头都没有，没必要浪费时间了。这女的实力倒是不错，应当已经接近最强天神层次了。下一个，剑客。剑客，化名